杂灵根的废物，也敢跟我抢聚气丹！苍茫仙途，万宗林立，灵根定高下，资质分尊卑。青云之巅，天骄纵横，世人重纯灵而轻杂灵，却不知微末之中自有逆世机缘蛰伏。杂灵根的废物也敢跟我抢聚气丹！入门3年还卡在炼气1层，青云宗养你就是浪费粮食！他今年16岁，3年前被青云宗选中，测出是杂灵根，5种灵根杂乱混杂，修炼速度比凡人快不了多少。同批入门的弟子，最差的都到了炼气3层。他却一直停在炼气1层。聚宝仙盆残破认主，可复制万物，强化本源。一株变2株，而且药力更浓了。有了这盆，修炼资源再也不是问题。能不能突破，就看这些药水了。3天后突破炼气2层，7天后炼气3层，半个月后炼气4层。第20天，贺长生稳稳站在炼气5层。炼气5层的修为，先藏起来。树大招风，现在还不是暴露的时候。这个月的草药拿出来，别跟我说没有。管事刚给你们杂役发了月历。炼气5层的修为，先藏起来。树大招风，现在还不是暴露的时候。这个月的草药拿出来，别跟我说没有。管事刚给你们杂役发了月历。忍了3年，够了。再过来，就不是吐血。今天出手打了王铁，消息肯定会传出去，得加快修炼速度了。聚宝仙盆，我的命运从今天开始改变。聚宝仙盆残破认主，可复制万物，强化本源。有了足够的灵药，就可以炼制聚气丹了。极品聚气丹，药力是普通的10倍。开山拳只是黄级功法，威力太弱了，不知道仙盆能不能强化功法。真的可以强化功法？你们青云宗没人了，出来一个跟我的妖狼打一场，赢了矿脉的事好商量，输了以后矿脉归我们玉兽宗。青云宗弟子都是废物。赵师兄，我们这儿还有个杂役弟子，他也能打，让他跟您玩玩。杂役也敢上场，这不是送菜吗？杂灵根的废物，估计连妖狼一爪子都扛不住。2阶妖狼，速度虽快，但妖护是弱点。猎身拳！一拳，有点本事，但还不够。飞剑，用拳风震开他。承让。完了，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？今天这一战，我已经暴露了实力，必须赶快提升修为，不然迟早会惹来杀身之祸。翠屏山秘境30年一开，里面有100年灵药和上古修士遗留的宝物。秘境里灵药众多，是收集资源的好机会，但不能暴露真实修为，先压到炼气7层。这么多灵药，小师弟弟藏得挺深啊，我们跟着你一路了。
你这盆能复制灵药，对吧？把仙盆交出来，饶你不死。3个人练7、8、9层，只能用那招了。想要仙盆，拿命来换！上品符箓，他哪来的？小师弟，别跑啊！爆灵丹能临时提升2阶修为，但事后会虚弱。拼了！不要！想抢我的东西，这就是下场。上古修士洞府，不知道里面有什么。玄武真经，玄武真经，黄级上品防御功法，修炼到深处能硬扛筑基修士的攻击。有了极品筑基丹和玄武真经，是时候冲击筑基了。筑基成功了！他突破筑基时散出的仙盆气息，已经惊动了宗民禁地深处沉睡1000年的残魂。玄武真经果然不凡，这防御力，同阶修士很难破开。小娃娃，你的肉身本道祖要了。我不能死，把仙盆的力量引到识海。不可能！这是什么宝物？这是渡劫期大能的记忆，噬魂诀、上古阵法，还有血煞门3天内突袭青云宗的消息。差一点就被夺舍了。血煞门3天内突袭，青云宗挡不住，已经来了。撑住！护山大阵不能破。青云宗的蝼蚁们，今日就是你们的死期。我还是先保存实力，先带着聚宝仙盆偷偷溜走，没人能拦住我。快跑！血煞门杀进来了！太虚老祖的记忆里，藏经阁地下禁闭有一座上古传送阵。就是这个。太虚老祖1000年前秘密建造的传送阵，没想到会用在这里。9个灵石草，需要9块灵石才能启动。灵石不够，走，一个都别放过，藏经阁里看看。仙盆能复制灵石吗？可以。这里有个密室，这里有个密室，拦住他！到了吗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一座双向传送阵，那边被毁了，这边的能量也耗尽了。黑妖斩龙旗，专破阵法，正好用来毁掉这座传送阵。这样一来，就没人能通过这座阵法追过来了。暂时回不去了。青云宗、血煞门都不重要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修行，找到师姐，以及如何活下去。修为被压制了，聚宝仙盆还在，筑基丹还在，太虚老祖的记忆也还在，底牌一样没少，只是修为暂时被压制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太虚老祖的记忆里提到过这种情况，空间传送的副作用，过一段时间就能恢复，从头开始而已，又不是第一次了。黑洞洞的空间似乎一无所有。
贺平生意念一动，便有一只火鸦在他身体周围凝聚出来，火鸦飞动之间，将这一方黑洞洞的天地照亮。从周围的环境初步判断，这应该是个山洞。贺平生传送到了一个山洞中，他第一时间要做的事情，自然是将这传送阵给打破。打破之后，再看周围，根据周围的山石走向，逐步往前，走了大约数十丈的距离，贺平生就看到了一堵用乱石堆积起来的墙。这里应该就是出口了，是人为封起来痕迹。他又拿出黑色的旗子，体内木灵力流入其中，瞬间将9曜斩龙旗撑开。给我开！想要如此，石墙便被他蛮力破开。外面天光传入，一时之间居然照得贺长生眼睛有些恍惚。等过了一个呼吸，适应了外面的天光之后，他才走出山洞。山洞外面就是悬崖峭壁。没错，这山洞正是开凿在万仞悬崖之上。走。如今的贺平生，已经不是当初那个炼气弟子，遇到悬崖，只能跳跃前进。他一挥手，祭出飞剑，脚踏飞剑，御剑飞行，瞬间便冲入高空之中。从高空俯瞰这一方天地，前后左右都是看不见边际的山。拜见前辈。无需多礼。贫道刚刚来到此地，敢问二位，附近可有修真宗门或者家族之类？这里倒是没有，不过此处东南方有一个大城，前辈定营城吗？定营城，不知道，可否告诉一二？定阳城就是定襄郡的治所所在，围绕着定阳城周围有不少修真势力，城里也有不少修真派和家族，前辈可以到那边去看看。好，有多远？具体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前辈御剑飞行的话，最多不会超过半日便可以到。多谢了。2000块灵石啊，掌柜的，你这也太贵了。这位前辈，定安城中禁止飞行，还请步行城。这里虽然并不是处于山脉之中，城里居然也有灵力，而且还颇为浓郁，看来这城里应该也有灵脉。真是大开眼界了，宗门居然也可以建立在这城池之中吗？商会啊，而且挂了个定襄2字，这一定是定禅城的官方商会了。在这里买东西应该靠谱一点。你走吧，这个贵客我亲自来。道友，欢迎光临。筑基期3层，怪不得喊道友了。你好，我其实想要购买一份地图。贫道最近一段时间想出去走走，游历一番，但对咱们定山城和定襄郡周边还不太熟悉，所以想要购买一份地图。哦，这个没问题，请随我来。我们这里关于定襄郡的地图有3种。第一种最便宜，只要100块灵石，
是只有一个标注了距离和山脉地形的各种简图。第二种500块灵石，上面不但标注了距离和各种地形，还标注了这位于定羌之内的所有势力。第三种天不当云仙范围内2000块灵石为副产、矿藏、天才地宝出入之地等等。当然了，我说的都是下品灵石。道友想要哪一种？2000块灵石啊，掌柜的，你这也太贵了。只是一个地图而已，而且这种地图又不是一次性消耗品，它可以复制无数份啊，还卖这么贵，能不能便宜点？不然我宁愿出去跟别人私下购买。道友说的也是，他们在外面买的那些地图都是多少年前的了，有一些都是几百年前的了。你就算是拿到了，上面的信息也不准确。这样吧，你如果要这第三种，我给你打个5折，1000块灵石，而且还附送你一份消息。消息？什么消息？这定羌郡之中，每年追传动力，每半年出一份整个定苍郡势力的变化图，我可以连续送你10年，我可以连续送你10年。好，下品灵石。道友还有什么需要吗？在下想买几个2品的毒丹，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出售？有，请随我来。2品的毒丹，我们这里还有13个，每枚毒丹100块灵石。100块灵石，这可比当初在码头山收购足足贵了1倍了。不过没办法，谁让这里是定山城呢？行，给我吧，我都要了。本来我还想买点炼制聚灵丹的药材来的，可后面又放弃了。我觉得不能在一个商铺购买太多东西，谁知道后面有没有一双眼睛盯着你。这修真界的尔虞我诈多了去了，地图上的讯息很多，想要一口气记下来是不可能的。不过不要紧，我现在只想看看这定庭城到底在哪里，距离太虚门和道玄联盟到底有多远。很快我就看到了。这定贤城几乎在整个定参郡的最中间位置，而整个定参郡以定贤城为中心，往东西北辐射。定殿城周围群山环绕，这山中也多有灵脉支撑，所以定贤城周围也是宗门林立。地里面不但标注了道玄联盟的势力，这范围中的每一个宗门修真家族的位置也都被标记出来了，极为详尽。甚至刚刚覆灭没有几年的侯家，上面都有一句注线。从地图上看，整个道玄联盟占据的地盘只有定羌郡1%都不到，而和道玄联盟差不多大小的修真势力，在整个定安郡之中大约有20多个，这还不算在定城之中的势力。和整个定安郡比起来，这道联盟的实力真的只是微乎其微，更何况道玄联盟之中区区一个御兽仙宗了。贺平生来到了这修真杂货铺门前，离得近了才发现，这大牌子下面还有一行小字。好家伙，还真是够低级的。不过贺平生仍旧是走了进去。前辈，晚辈这里只售卖炼气期弟子所需要的物品。前辈您，我如今已是炼气期12层大圆满，还差1步便可以步入筑基期。我竟看不到这位前辈的修为，那心里就有数了。对方至少是个筑基期，喊前辈准没错。呵呵，你别紧张，我不是购买物品的，过来只是想向你请教一件事。啊，前辈请问，只要是晚辈知道的，肯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这是贫道的问道之资。这前辈的东西，晚辈不敢收。贫道是刚刚从外地来，对于这定平城的一切都不熟悉，问你一些问题，若是让我满意，这些灵石你拿了也是应该的。外地的和本地势力没有瓜葛，问的问题也不会涉及谁的利益，随便回答就好。这城中商会资源交易场所能不能给我说一说？好的，咱们修士的资源交易场所无非就是商会，还有各种商铺了。你若是购买物品，倒也无所谓。这个城中最大的是皇家商会，最好的是珊瑚商会，而最贵的则是定期。好家伙，刚刚我走进的居然是最贵的商会，他有种想骂娘的感觉。这几家商会各有优点，但是如果前辈您想便宜点购买物品，那就最好不要去这些商会，而是街边的商铺里面逐个一般情况下都比较便宜。当然了，商品的品质确实不如他们，品类也不够齐全，能否找到全靠运气。品质无所谓，我放在聚宝盆里面强化一下，一切就都解决了。如果您是出售物品的话，还得去这3家大商会，因为像我们这些街边的小店，一是不识货，二是没实力。3家大商会里面，相比之下，珊瑚商会更为公平点，大约就是这样。算是对于本地的商会有了一个基本的认知。还有，贫道想在这里居住一段时间，如今尚无居所，不知道若是购买或者租赁一处住学，需要在哪里办理，何处有售？这女子是开店的，她肯定懂。想要购买或者出售房屋，都必须经过城主府，您可要去城主府看看，遴选一下。城主府距离这里还是很远的，要走这条路，然后往南边转一下。其实不用画，因为贺平身上就有那刚刚购买的详细地图，整个定协城所有的大点的建筑物都有标注的。顺着道路一直往前走，到了朱雀大街一拐，往南行走，
没多久便可以看到那巨大庄严的城主府了。城主府门口各有一排值守人员拱卫，这些人的修为也不高，都是炼气期5、6层的弟子组成。而对于进进出出的人群，他们也并不去盘查，任意出入。能做到这样，只能说这城主府中有高人坐镇。贺平生随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入城主府，贺平生来到了那专门负责收受房产之处。几经的房子下交买卖都必须要在城主府这里办理，就是这么霸道。前辈您好，前辈您是买还是卖，或者是租？我想买个居住之所。好的，前辈请看，我们城主府的房屋大致上面分为9等，您需要购买什么样的，请仔细查阅。9等，他拿起玉简看了一眼，顿时就明白了。最下第9等无灵气，长宽各10丈小院一座；第8等无灵气，长宽各30丈小院一座；第7等无灵气，长宽各50丈大院一座；第6等无灵气，长宽各150丈巨宅一座。最下面的4等都没有灵气，根据大小不同出售，都是浓郁程度不同。最高的是第1等，第1等的宅院是拥有上品卖的3000丈豪宅一座。这种宅子一般无人购买，它都是被一个团体所占据，比如说一个强大的家族，或者是一个真的可以很强悍的宗门了。定山城里面有宗门，是真的，而且还不少。第8等吧，这种无灵气的30丈的小院就行了，我一个人居住，30丈不小了。至于灵气，我修行不用灵气，而且我也没有什么灵植需要栽种。至于大小，30丈也足够了。除了有一座3层的小楼之外，还有花园、池塘等，也足够布置一下阵法。甚至比他在秀竹峰上的小院子都大很多。好的，第8等的院子又有2种，一种是距离城主府近的，就在定禅城中心附近；一种是远的，在定禅城的外围，靠近城墙附近。您要哪种？价格有区别吗？有的，城中心的这种院落，一个是5000灵石，城外围的这种也是5000灵石，不过每年上缴的税有区别，城外围的每年只需要交1%的税就可以了，也就是只有50块灵石。如果是城中心的这种，需要上缴2%，也就是100块灵石作为税收。哪个小院城府还要每年都取我的？对不起，是也为了便宜，主要每年都收取我的清净。我本身就有秘密，越远那些大人物注意我的机会才越少。好的。刚才一并把税收一次性缴纳了10年，也算是顺利的拿到一个小院。这小院就在定山城的东北部，真的是靠近城墙边了。不能说院子紧贴着城墙，但是距离城墙绝对不足100丈的距离，中间就隔了一条街道。好在这里是足够清静。贺平生打开门，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院子。院子里铺满了草坪，最后面是一座3层的小楼。小楼的前面又有2株果树，当然都是普普通通的果树了，一株桃树，一株李子树。另外在院落左前角落里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池塘。池塘里养着几10位金色的鲤鱼。关上院门，贺平生的神念轰然而开。如今我的神念能够延闪400丈，不管是自己家还是周围的邻居们，都被他看得清清楚楚。没错，附近没有修士，只有普通的凡人居住，没有任何阵法和修真残留，这正好，很干净。接下来准备布置阵法。贺平生拿出了一个阵盘，这是2品的阵盘，他自己制作的，随时都随身携带着。有了阵盘之后，再把阵旗按照预定的方位摆好，一个小型的2品防御阵法便被构筑了出来。除了防御阵外，他又撑开了一个2品尽显神阵，剑阵挡不住金丹期以上神念，预警阵会及时提醒。3个阵法能防金丹期偷窥，元婴期以上就没办法了。应该不会有哪个元婴期的这么变态去偷看一个筑基期弟子，毕竟这整个定兰城中筑基期弟子少说有7、8万。阵法布置好了之后，贺平生便将一个粉色的蒲陀拿出来丢到小楼第3层。因为身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聚灵丹，所以他现在能修行的东西只有一个9毒炼金身，练吧。13个毒丹也被练到了筑基期1层，当然那26个毒丹用掉了22个，只剩余4个了。接下来再去修炼，基本上是修无可修了，要出去准备购买一波资源了。掌柜的，最新消息出来了吗？这位道友，你在说什么？他已经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，原来自己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被人注意到的。这不半年前在你这里买了一份地图，说是给我免费看10年的新信息。我想起来了，来，那纸张上密密麻麻的写了100多条消息，有的是某个地方发现了什么天才地宝，有的是哪个修真家族势力被灭，这些贺庞生都不关心，他关心的是道玄联盟和太虚门。果然看到了泰山虚门的消息。3月，道玄联盟内部御仙宗灭掉了泰山虚门，上位举职决定归属。谢谢了。道友可要购置一些物品？有2品的毒丹吗？暂时没有。别的暂时不需要，告辞。太虚门被灭掉那没办法，这玩意儿是迟早的事，因为烂到了根上，无药可救。我关心的是人怎么样了。这消息上面只说无为死了，那就说明师尊玉宁和师伯玉璇他们并没有死，那就好。不多久便在一个名为轩辕炼丹铺的铺子门口停了下来。这种炼丹铺东西不全，平时出售丹药、各种灵草，总之一句话，能买到什么那就要看运气了。欢迎前辈，前辈您要点什么？这店铺里面只有1个人，贺平生的神念往他身上扫了一下，这孩子修为还不低，居然到了炼气期8层了，天才啊！聚灵丹有吗？炼丹铺的铺面很小，只有不到10丈的方圆，里面就只有几个架子，还有一些阵法。当然可以理解，因为修真界所常用的丹药也就那么几种，根本不占空间，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弄得太大。有，不过你要等一下，2品丹药我不能出售，我得喊我师傅过来。你喊吧。
我的神念对着这人扫了一下，顾客扫一下掌柜的，这并不算失礼，可居然没有扫到。贺平生心里震惊，这家伙的修为要么是筑基期巅峰，要么是已经到了金丹期。欢迎道友光临，老夫轩辕长经，你要聚灵丹吗？这么一说，贺平生也就推测了，对方星宿巅峰10层、11层或者12层吗？因为如果是筑基9层的话，贺平生是可以看不出来的。刚刚对方喊的是道友，那就是筑基期。是，过来问问价格。好，请。这里有聚灵丹，但是并不多，目前只有3瓶，而且还只有下品。多少钱一瓶？2000灵石，道友，这是最低价。整个定幻城也未必能找到比我价格更低的了。毕竟这是2品丹药。想当初他在码头山坊市的风河庄里购买的那种下品的瑞金符，一枚都要3000灵石。这一瓶聚灵丹要2000灵石也是正常的。2品的东西比1品的东西贵了很多倍，这没办法，筑基期和炼气期本就是天壤之别。好，我要1瓶吧。另外，请问轩辕道兄，你这里有没有聚灵丹的材料出售？也有，在这边都是按份出售的，主料是由地黄根和驼蔓莲构成，辅料又有13种，一共16种材料，每一份400灵石。贺创生点点头，其实炼制聚灵聚种才正是病入朝露，因为内含晕之气，所以呈现出紫色。如果没有这玩意儿，用其他的2百灵液也可以代替。还比如这地黄根，没有地黄根的情况下，用一些2品的参类代替也可以。最终炼制出来的聚灵丹虽然有差异，但是效果几乎无差异，而辅材更是可以大量的替换。不而足，400块灵石一份，那5份就是2000灵，差不等于1瓶丹药的价值。而1瓶丹药之中有12粒，也就是1炉。得，这售价是沿按照5炉材料等于1炉成丹的铁律来售卖的。实际上，5炉材料成丹1炉是修真界中大部分炼丹师的水平。好，这个也给我来10份。这个道友啊，老夫这里暂时没有那么多，只有5份了。小店铺就这样，资源有的时候不够，5份就5份吧。送我点炼丹用的木柴，我来挑选。这个没问题。道友这里有2品的毒丹吗？这个没有，这东西一般情况下没人需要。道友莫非是独修？既然对方没有毒丹，那就只有离开了，没必要去那些大商会了。因为贺长生之前去那些大商会的时候，也都关注丹药的价格，的确比轩辕炼丹铺里面的丹药要贵不少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没必要去了。没办法，现在他炼丹还必须使用木材，要不然哪里去弄火呢？总不能用火灵力支撑吧？那样的话，1炉丹药炼不完，火灵力没了。炼丹第一步，先去熟悉丹药都是1品丹药，聚气丹。拿出一本书36方，这炼丹36方是强化之后的炼丹之术，上面记录着一共36种修真界常见的1品和2品的丹方。当然了，现在的贺长生也用不到更高品质的丹药。找到聚灵丹，贺长生一边用聚宝盆强化这些材料，数日之后，5份材料被他强化为了10份。同时，那1瓶12粒的下品聚灵丹也被他强化为了极品，变成了24粒。在彻底了解了这聚灵丹的炼制方法之后，贺平生便开始了烧火炼丹。嗨，根据炼丹36之中记载的方法，开始一个个的往里面放出材料炼制。时间缓缓过去，炸炉了。丹炉中除了那些黑乎乎的渣子，什么也没有，连废丹都没有留下。第一次炼制2品丹药，失败了也无所谓。贺平生并没有立刻去炼制第2炉丹药，而是在清洗了丹炉之后，平心静气地坐下来，仔细回忆自己炼丹中的细节，哪些是不对的，放入聚宝盆之中强化，最终都是得到翻倍的极品。但既然是炼丹，谁不想真正的炼成了它？继续，第3炉依旧是废丹，往后的日子里每日3炉，第4炉废丹，第6炉成丹。终于在连续失败了5次之后，贺平生终于炼制成了1炉2品丹药。成丹的品质肯定是最低的，12枚全都是下品，下品也好，毕竟靠着自己的努力炼制出了2品丹药，只要能炼成2品的丹药，无论是什么品质，那都是2品炼丹。手上还有4炉药材，贺平生继续12品炼制，第7炉又成了，第8炉废丹，第9炉瓷废丹，还剩最后一份材料。贺平生看着仅剩的最后一份材料，忽然间突发奇想，他炼制丹药的时候，都是用那药材之中的药汁给熬煮出来，然后以熬煮之后的药汁凝聚成丹。但炼丹36方中也说了，最好不要用水，水是迫不得已之选。最好用什么？金风圣浆也是天地之间灵液的一种，我的葫芦里面装了2大葫芦呢。当然了，不可能哗啦一下将金风圣浆倒一锅进去，那也绝对炼制出来丹药。贺平生的想法是用一滴金风圣浆融合进入水中，这水也就成了灵液。这种情况下炼制出来的丹药成功率会不会提高一些呢？贺平生决定试一试。最后1炉在加完水之后，贺平生又放入了1滴金风圣浆，然后继续炼制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加入了圣浆的缘故，这最后1炉丹药居然成了。让贺平生瞠目成舌的是，这12粒的丹药居然有2类技术上品，10枚冲台的丹药肯定是灵液的功劳。太好了，没想到可以提升2品丹药的成丹品质。亏了，真的亏了。炼丹的时候加上圣浆，丹药的品质提升了是不错，可能卖多少灵石呢？这1炉丹药最多不会超过1万灵石吧，而这1滴金风圣浆却可以瞬间填满筑基期修士的丹坛，价值可想而知。这玩意儿若是拿到商会去，肯定排出天价，所以真的是不能更浪费了啊！贺平生收起丹炉，盘点了一下，一共10份材料，得到了3炉丹药。总的来说还不错。
毕竟刚开始时候的5炉丹药是全废的。强化吧。在聚宝盆的牵引之下，窗外的月华一点点的凝聚过来，飞入聚宝盆之中，开始强化丹药。贺平生拥有聚宝盆以来，从来都是直接强化，却还没有见过这个强化的过程。今日他突发奇想，想要看看这强化的过程是怎么样的。于是接下来的一夜，贺平生的神念都在关注着这个黑洞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无数月华进入到那废丹之中，废丹并没有什么变化。但是某个时间，这12枚废丹却突然就变成了24枚，很突兀。继续观察，然后发现过一段时间，丹药的品质也发生了变化，从废丹变成了下品丹药，24枚都是下品。又过一段时间，下品变成了中品，以此类推，中品变成了上品。上品变成了极品，等这24粒丹药变成极品的时候，还远没到天亮，也就是说可以继续强化。到了天亮，这12枚废丹就变成了24枚极品丹药。看到了这个过程，贺平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这个丹药强化的过程对于贺平生来说太有用了。比如说某一天需要出售一种丹药来换取资源，拿筑基丹来举例子，自然是品质高了更值钱，可也不是越高越好。若全都是极品，你拿出去虽然价值更高，但也容易引起祸患。任何一枚就相当于一个保送筑基器的机会，自然价值连城了。我这一个不犯理，在野草两取偏的小鸡丹，用屁股想都知道会引起什么结果。怎么办？最好是拿出上品去。而看了这个丹药被强化的过程，等丹药强化到上品的时候拿出来不就行了？当然了，这只是一种未来赚钱的设想，不影响现在休息。同时，他一张口吞了半粒极品的聚灵丹，体内的灵气开始疯狂的运转起来。毕竟现在才刚刚筑基1层，而极品聚灵丹之中的药力太过浑厚，他怕吃一粒自己顶不住。这半粒聚合灵丹之中的能量，有一大部分都因为来不及炼化而逸散到了空中。2年闭关，终是稳住了筑基2层的修为。240克极品聚气丹，耗去80余克。这条路不能再只靠闭关走下去了。修真杂技有言，筑基之后久闭必生祸端。如今体内浊气已升腾，再闭关只会得不偿失。先去城中商会补齐所需物资，再出城打探太虚门的消息，也该出去走走了。敢问贵商会可有3品符箓出售？商会内并无出售这类3品物资，唯有专属拍卖会可交易，道友暂未达到参与资格。拍卖会请帖仅发给金丹期修士、大宗门与大家族，或是持有重宝的筑基修士。恭喜道友，2年不见，竟已突破至筑基期2层，可喜可贺。多谢道友。敢问轩辕道友，店中可有2品毒丹？没有，这东西受众极窄，久治便会失效，久而久之，市面便很少有出售了。道友可否让我看看这毒属性法术？倒也没有什么隐瞒的。好强的灵性，这威能即便筑基期大成的修士遇上，也会瞬间失去反抗之力。惭愧，在下还真不知道这雾神花是何物。道友，贫道这里有个好差事，不知道是否有兴趣？老夫前段时间在一处秘境发现了一株2品的雾神花。雾神花是炼制双神丹的核心主材，双神丹可让筑基期修士在1个时辰内将神焰强度增长1倍。这丹药的逆天之处，不用品坊多解释了吧？修真界竟有如此逆天的丹药，神念强度直接倍增，哪怕只有1个时辰，也足以颠覆战局，太逆天了。道友应该对于这双神丹不太了解，但是不要紧，我并不会诓你。这是记载双神丹的丹方，你看一眼。这是我丹方上面取出来的一张，你看看。好，的确如此，这丹方没问题。不知道轩辕道友邀请贫道做什么？炼丹吗？不，道友误会了。我想说的是，其实这雾神花老夫还未得手，此刻它仍旧生长在那秘境之中。其实也不算什么秘境了，
只是一处隐秘之地。这雾神花所在之处，又有2头筑基期巅峰的妖兽守护，老夫一个人无法应付，所以想要邀请道友一起前往，击杀妖兽，采摘雾神花。不过道友放心，我另外还邀请了3人，届时咱们5人共同前往，采集雾神花之后炼成丹药，我给你1粒，如何？不知道轩辕道友为何选我？行，不过我要先看一下另外3位队友，才能最终决定是不是要和阁下一起前往。没问题，这样吧，3日之后，咱们就在东门外的水阳山的最高峰上面集合。到时候你若是愿意一起过去，就按之前的约定，那我们4人前往毒样，额外再付10块灵石1枚的费用。和轩辕长城这一番谈话，才认清自己在炼丹之道上的不足，只靠一本炼丹36方实在是太不够用了，得去买些炼丹基础典籍，补全这方面的不足。前辈需要点什么？贫道想求一部关于修真界炼丹之类的典籍，不知道咱们这里是否有这种东西？有的，前辈，请跟我来，这里都是关于炼丹之类的典籍，您随便看。没想到在这里也能看到炼丹36方，就这本万草丹典了。我要了。没想到强化之后，竟分化出2本典籍，万草丹典与金丹辑录，不仅数万种灵草的记录更为详细，300多个丹方也尽数改良，还多了许多平替方案，正好补全我炼丹常识的短板。贺道友，你果然来了。熟人，不是仇人，竟然是他，秦明月。当初侯木灵设下杀局，他杀了我师姐程思雪后仓皇逃走，我竟没想到他会躲在这定贤城，还出现在这趟秘境小队里，此仇不共戴天。怎么可能？8年而已，他从炼气期11层，竟突破到了我连修为都扫不到的层次。当年他炼气期我都打不过，如今我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？贺道友，我想我们两个之间的误会应该可以化解吧？你们认识？是啊，轩辕兄，大约几年前，我和贺道友发生了一些不友好的误会，希望轩辕道友可以在中间说和一下，我愿意付出一些代价消解误会。轩辕道友，当初这女人在我炼气期的时候用圈设计要把我斩杀，若非小弟生死搏杀，仗女这身上的几枚符箓得以活灭，小弟早就葬身荒野了。轩辕道友，你想怎么说和？秦道友，这就是你说的误会，你都把人师姐杀了，还谈什么误会？此事中间颇为复杂，是非曲直一时半会说不清楚。贺道友你应该明白，当初我也只是被人利用的棋子而已。再说了，此次咱们还要合力去取那雾神花呢。若是储物袋中的所有物品也全部归你做丹额，妾身只求消除这个误会，行不行？秦师妹这是干什么？过了吧，老夫不贪心，把你的东西给我一半，我帮你解决了这。该死！想走？诸位，抱歉，我和此人有生死之仇，不共戴天，所以杀他这件事我等不了。至于他原本该出的那一份力，我来作为战斗力补充。轩辕道友，可以吗？好，当然可以。有贺道友筑基巅峰妖兽，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凶险？这雾神花真的能顺利采到吗？这位是贺道友，贺道友不但精通毒术，也是个了不起的炼丹师，能炼制2品丹药。这位是白龙道友，这位是紫贤道友。贺道友，我和那秦明月其实并不熟悉，只是相识而已。老夫刚刚也没有其他的意思，还请谅解。无碍。老夫再声明一次，炼出丹药之后，你们每人2粒，我占4粒。诸位没有意见吧？秦明月没了，他的2粒，回头按对付妖兽的出力多少定归属。无异议，无异议。诸位，随我走吧。不要小看御剑速度，速度越快，神念与法力越深厚，正好试试这3人的底。想试探我的实力，那便奉陪到底。好小子，这厮果然强横，区筑基2层，神念和法力差不多都赶得上老夫了。好家伙，筑基巅峰的丹田，一个就顶我3个，这就是高阶修士的差距。贺道友法力浑厚，佩服佩服。他们2个恐怕还需一段时间，咱们在此等候一下，避免他们迷失方向。
贺道友实力深不可测，我等佩服。不用休息了，诸位一起上川吧。好，好，好，多谢贺道友。贫道先休息一下。快到了，雾神花是规则灵草，长在前方山谷的终年迷雾里，诸位小心。此地气息妖兽甚是厉害，必有大凶险，注意隐藏气息。轩辕道友，这莫非是那人面魔蛛，还是筑基期大圆满的修为？没错，正是令人闻风丧胆的人面魔蛛。看到了吧？难度不是怎么杀死这两只魔蛛，而是不能毁了下面的雾神花。他们只守不攻，根本引不走。不能强攻，又不能放任，这是个死结。怪不得轩辕之前没能得手。白龙道友，麻烦你用宝物困住其中一只毒蛛，2息即可。贺道友，你我联手对付另一只，能用毒刺毒倒它最好。子贤道友，摘花的任务交给你，务必保证花体完整。都懂了吗？明白。现在开始，贺道友跟我来，白龙道友准备，荆条囚龙起。树精附身，锁。成了，小心他的毒丝。人面魔蛛剧毒无比，死守雾神花寸步不离。这背后，轩辕长君是否还藏着别的算计？这雾神花真的能顺利到手吗？白龙道友，速速出手！是。捆仙锁，开！成了，这太容易了。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这厮怎么就脱困了？不好，我的宝贝！该死！子贤道友，请速速取花。是。太好了，成了！闪！这琉璃世界居然如此强悍！贺道友，人面魔蛛体内不但有毒丹，还有丝囊，丝囊之中的真丝拿去可以炼制贺道器呢。老夫觉得此次取缔人面魔蛛，取得雾神花手工，应该属于宝。确实如此。回头炼制出了丹药，贺道友司令，其余的你2人平分吧。好，我同意。咱们先回去，等老夫炼丹再说。我来，子贤道友，准备取花。3位道友，有些话我先说在前面。这一朵雾神花只有1次炼制的机会，炼丹就有失败的可能性。这2品丹药，我只有3成把握炼制成功。万一失败，咱们对吗？我可不要怪我。一荣俱荣，也只有如此了。我同意。贺道友应该也没问题吧？有问题。轩辕道友，在下觉得这丹还是由我来炼制最好。贺道友，这个玩笑可开不得。老夫虽然承认你的法术和战斗力强横，可要说炼丹，老夫绝对要当仁不让了。你或许然敢开店，还是有2把刷子的。我炼丹，贺道友，此事开不得玩笑。我是信任轩辕道友的，就算他练坏了，也是咱们没有这个机缘。老夫也觉得，轩辕道友成蛋里并没有巨灵道友的材料，咱们2人各分3份，比例是1份，谁赢了，谁就拥有双神丹的炼制资格。哼，贺道友也未免太看不起我了。这6份药材算我的，请随我来。就在这院子里炼制，贺道友没有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哼，不错，
居然是个极品法器。贺道友炼丹之术，在下佩服。再来！我操，上品居然还有4枚上品，逆天啊！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有人亲自炼制出上品丹药来。来吧，看看品质。老夫这一炉有中品4枚，下品8枚。这罢了，不比了，老夫输了。双神丹的炼制权终于拿到手，可这从未炼制过的规则丹药，真的能一次成功吗？轩辕长晨又是否真的甘心认输？这都1天了，贺道友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双神丹本就罕见，他又是第一次炼制，失败也正常。不会，我看贺道友神色笃定，绝非无的放矢之人。贺道友，怎么样了？成了吗？喏，成了。全是中品！我的天，我们本来以为能出几枚下品就谢天谢地了。贺道友的炼丹术竟恐怖如斯！贺道友，老夫服了。今日方知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老夫活了100多岁，从未见过有人第一次炼制双神丹就能全出中品。轩辕道兄过奖了，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运气？老夫分得清运气和实力。好了，按之前的约定分配，老夫取4枚。贺道友，这是我轩辕家的令牌，凭此令牌，你可以出入定阳城所有商会的拍卖会和交易会。实不相瞒，定阳城的轩辕副城主正是我们轩辕家的老祖。原来如此，多谢轩辕道兄。贺道友，今日大饱眼福，我2人就不叨扰了，先行告辞。2位道兄慢走，改日再聚。贺道友，老夫也先行告辞。日后炼丹之事，随时可找我。轩辕道兄慢走，多谢道兄的令牌。轩辕家的老祖竟是定山城副城主，倒是意外之喜。第一次炼制双神丹便能全出中品，我的炼丹术又精进了一步。有这双神丹下注，我的修为定能再上一层。贺道友，你真的不考虑加入我的炼丹铺？4、6分成，不用你经营。多谢道兄提携。不过小弟目前只想专心修行，提升修为。以后若是有需要，我会按修真界的规矩帮你炼丹。好吧，那我也不勉强。以后有炼丹需求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放榜了！城主府南门凤鸣龙吟榜刷新了，快走快走，看看这次谁进了前100。凤鸣龙吟榜，那是什么？这位道友有礼了，请问这凤鸣龙吟榜是做什么用的？前辈您是外地来的吧？这凤鸣榜是炼气器弟子排名，龙吟榜是筑基器弟子排名。定平城所有公共资源分配都看这个排名，每半年刷新一次。原来如此，多谢。第1名江子兴，第2名屈成珠，第3名吴玉燕，第4名王敦。王敦，这不是太君门那个借我灵石抵押丹炉的师兄吗？他不是被内门弟子重创，失去反抗能力了吗？今年龙吟榜变化真大，王敦太厉害了。要不是没时间挑战江子轩，第1名肯定是他的。是啊，我看过他比试，切磋身法时一招制敌，让对手直接失去反抗能力。听说再过2年神将山就要开启了，到时候肯定是从这榜上选人。神将山，那又是什么地方？2位道兄有礼了，敢问方才所说的神将山究竟是何处？前辈您是外地来的吧？神将山是我们这一带最大的秘境，100年一开，里面全是上古机缘。没错，
只有龙吟榜、凤鸣榜前100的修士才有进入的资格。原来如此，那进入秘境还有其他的资格要求吗？回前辈，除了榜单前100，也可以有资格的修士带入内，一个名额只能带1人。听说带人的名额在外头都能炒到10万下品灵石一个，有价无市。多谢二位道兄解惑，感激不尽。贺师弟，借我3块灵石抵押丹炉，回头必还。敢抢枯木长老的东西，今天就让你失去反抗能力！他不仅活着，还修炼到了这个地步，甚至能冲击龙吟榜第1。王坤还活着，还来了定山城，这件事到底是好是坏？定安城的风云才刚刚开始。原来是轩辕家的贵客，里面请。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他竟然真的还活着！贺师弟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可是定寒城啊！还有，你居然都筑基了！别看了，你看不到我修为的。我现在已经筑基期12层了，距离结丹只有1步之遥。筑基12层，这才几年，你怎么修炼的这么快？说来话长，我这次来是为了买招元丹，听说这次拍卖会上有。哎，对了，我好像还欠你几块灵石呢。哪是你欠我，你那丹炉我都卖了。当年听说你被内门弟子重创，失去反抗能力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该死的太虚门！要不是我装死，早就真的失去反抗能力了。那地方上上下下都烂透了，枯木老东西天天盯着我，我不跑等着被他吸干吗？原来如此。算了，不说这些烦心事。你呢？你怎么跑到定阳城来了？我后来拜入了秀竹峰玉宁真人门下，太虚门被玉兽仙宗吞并后，我就跑出来了。活该，太虚门早就该灭了。热烈欢迎诸位贵宾参加珊瑚商会的拍卖会，我是本次拍卖会的主拍人锦兰。现在，拍卖会正式开始。第一件拍品，下品灵器七彩扇，附带3层风系禁制，起拍价3000下品灵石。3500灵石，还有更高的吗？4000灵石，4000灵石，还有加价的吗？成交！恭喜这位道友获得七彩扇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进入本次拍卖会的重点拍品环节，请诸位贵宾拭目以待。接下来要拍卖的是本次拍卖会的重点拍品之一，3品丹药超元丹1枚，品质下品。相信不用我多说，大家都知道超元丹的作用。起拍价2万下品灵石，每次加价价不低于1000灵石。2万1，2万2，3万！3万灵石，还有更高的吗？3万5，4万5千灵石。还有加价的吗？我出5万！5万灵石，还有更高的出价吗？恭喜这位道友获得招元丹，请准备52500块灵石，包括5%的手续费。哼，老弟，剩下的你给我补上，回头我还你。给你。谢了兄弟，好兄弟，以后哥哥不会让你吃亏的。品起拍价100万灵石
老弟，1年后神战山就要开启了，每个获得资格的人可以带1个人进去，你跟我一起去怎么样？不了，我修为太低，去了只会拖累你。怎么会拖累你？我巴不得你跟我一起去呢。你知道吗？我这个带人名额拿去拍卖，最少能卖10万灵石。真的不用了。好吧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当年在太虚门，我借你3块灵石抵押丹炉，其实是一个任务。任务？什么任务？谁发布的？我不能说，但你放心，绝对没有人针对你。这次让你跟我去神将山也是一个任务，只要把你带进去，我就能完成任务，得到海量奖励。原来从那个时候起，就有人在关注我了。老弟，求你了，跟我一起去吧，我保证你的安全。距离神镇山山开启还有1年，这事回头再说吧。这件拍品是天宫坊出品。接下来这件拍品是一件难得的代步型下品法宝，适合所有筑基期修士。下品法宝追云掠，上面有9层禁制，没有攻击和防御功能，但炼化后可以大幅提升速度。这是个好东西。底价11万灵石，每次加价不低于5000灵石。11万5千灵石，11万5千灵石，还有更高的出价吗？恭喜这位小弟获得追云礼，请准备11万5500块灵石。你疯了？你不是只有几万灵石吗？王兄，借我点灵石。借，我兜里还有16万多，全给你。别人穿过的鞋子你也不嫌脏，法宝可是要放在丹兔里温养的，回头烧干净就行了。本次主体拍卖会到此结束，接下来我们将举办私下交易会，所有拍得商品的贵客都可以参加本次私下交易会，以物易物，各取所需。有没有道友先拿出宝贝交易？这位小弟弟，要不你先来吧。这里面有10滴金风圣浆，每一滴都可以瞬间填满筑基期修士枯竭的丹田，10滴可以填满金丹期修士的丹田。我想换2枚3品符箓。这是下品法宝土元甲，防御型的，我跟你换。不过你还要再加1件东西。这是极品灵气镇神蛊，专门伤人神魂。好，我换了。追云履，土元甲。金纹踏云靴，极品法宝，12层禁制，平时增加1倍速度，瞬间爆发5倍速度。7扣瑞金甲，极品法宝，充满法力后可以扛住7次同境界攻击。太好了，有了这4件极品法宝，我的保命能力大大提升了。谁会来找我？贺道友，好久不见。贺道友，这里面是5份聚灵丹的材料，求你帮我炼1炉，无论什么品质都可以。这里面正好是1炉中质聚灵丹，你拿去吧。
多谢贺道友，多谢贺道友。子贤找你还有事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子贤道友，你也要炼聚灵丹，材料呢？贺道友，我的情况有些不一样，能不能进去谈？请。贺道友，求你救救我妹妹！六妹怎么了？我妹妹紫兰前几天被一件邪异的灵气打伤了神念，昏迷不醒。大夫说只有3品还魂丹才能救她。还魂丹是3品丹药，我才筑基期，怎么可能炼制得出来？正常情况下确实不可能。但贺道友你不一样，你修炼过炼神功法，整个定海城只有你有可能炼制出还魂丹。你怎么知道我修炼过炼神功法？当初我们一起对付人面魔蛛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了。炼神功法修炼出来的神念和普通修士的不一样，炼制还魂丹最关键的就是神念控制。你的神念强度已经不输一般的金丹期修士了。贺道友，求你了，只要你能救我妹妹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我可以给你10倍的材料，我还可以把我龙吟榜的名额让给你。子贤道友，不必如此，我答应你，我试试炼制还魂丹。多谢贺道友，多谢贺道友，你就是我们兄妹的救命恩人。起来吧，炼制还魂丹难度极大，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成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只要贺道友肯出手，就有希望。贺道友，这里是10份还魂丹的材料，无论炼坏多少都没关系，只要能炼出1米就行。3天后你再来这里，我给你结果。多谢贺道友，多谢贺道友，大恩不言谢。李安见 There was God。1日1夜过去，贺平生始终守在丹炉前，神念一刻不敢松懈。一炉12枚丹药，尽数成了废丹。果然，3品丹药的难度比我预想的还要大。不对，我还有聚宝盆，废丹又如何？12枚废丹被聚宝盆强化为12枚极品还魂丹，外加12枚下品还魂丹。贺道友，您在吗？我来了。贺道友，您炼丹辛苦了，不知丹药……进来再说吧。贺道友，不知丹药炼成了吗？幸不辱命，还魂丹炼成了。多谢贺道友，多谢贺道友，您救了我妹妹的命，我们兄妹永世不忘。先给你妹妹服下丹药吧，她的神念损伤脱不得了了。多谢贺前辈出手相救，紫兰没齿难忘。举手之劳罢了，不必多礼。
贺前辈，您知道神将山吗？紫兰服下还魂丹，神念损伤尽数修复，不仅完全康复，修为甚至隐隐有所精进。前辈，3日后神将山开启，不知前辈可愿与我们兄妹组队前往？神将山那是什么地方？神将山是我们大齐开国神将的坐固之地，里面有上古传承和无数机缘，100年才开启一次。尤其是主峰上的黑色神枪，里面有开国神将留下的枪意，若是能参悟一二，终生受益。开国神将的坐享之地，不知道太虚门的旧人。多谢2位的邀请，不过我暂时还没有决定是否前往，容我考虑几日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前辈若是决定前往，随时可以来城主府找我们兄妹。又是神将山，这背后总感觉有一支无形的力量在推动着我，还是要早做打算。总觉得自己可以单凭神念强度尝试炼制3品丹药聚元丹了。如今装备都已炼成极品，再去多备些炼丹材料。欢迎贺前辈。不好意思，贺前辈，我们家店主最近闭关了，说是要冲击金丹期了。闭关了？那没关系。我想问问，你店铺里面有没有3品丹药的材料？没有，贺前辈，就算是有这方面的材料，我们也无法炼丹。再说了，这种材料基本上都是被上面的大商会给把持了，留不到咱们手里来。前辈且慢，这是这段时间帮前辈您收集的毒丹，按照数目已经弄好了，您过目。前辈这些毒丹的毒性会慢慢流失，您若是使用，还请尽快。毒性流失，不怕，我有聚宝盆，回头一强化，仍旧还能变成极品品质的毒丹。200枚毒丹强化之后，就是400枚极品品质的2排毒丹，足够我整个筑基期炼体所用了。原来3品丹也不过如此。7炉炼沸，我已经完全摸透了聚元丹的炼制要点，下一炉必成。白龙道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贺道友，出大事了，天大的消息！什么大事？慢慢说，天塌不下来。神将山开启规则大改了，龙吟榜前300名的修士都能直接进入。不止如此，定云城所有筑基期修士，只要通过城主府的测试，也能获得进入资格。所有筑基期测试？贺道友，你一定要去参加测试，以你的炼丹术和神念强度，轻而易举，这是100年难遇的机缘啊！好，我去。好，太好了，我就知道贺道友你不会错过这个机缘。贺前辈，听说你要去参加城主府的测试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是白龙道兄告诉我的。前辈，我和哥哥也准备去参加测试，不如我们一起同行，也好有个照应。好，那就一起走吧。城主府测试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定山城，无数筑基期修士蜂拥而至，都想抓住这次100年难遇的机缘。贺前辈，我们走吧，测试大殿就在里面，正好可以去看看有没有太虚门的人。贺前辈，怎么了？您认识那位道友？不认识，只是觉得有些眼熟罢了。我们走吧。玉兽仙宗的人也来了，现在不是相认的时候。都安排好了吗？只要贺平生那小子敢现身，立刻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长老放心，我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萧玄师弟已经按计划待在乔慧珠身边，就等贺平生自投罗网了。很好，贺平生杀了我们玉兽仙宗的人，这次定要让他血债血偿。终于轮到贺平生进入测试大殿，大殿核心便是测试气运与悟性至宝九龙宝镜。姓名修为宗门，在下贺昆仑，筑基期2层，无门无派，散修一生。上前将手放在九龙宝镜上，凝神感悟即可。
行灵根竟然能看出5条龙，悟性不错啊！测试通过，这是你的准入令牌。3日后凭令牌登船前往神将山。多谢长老。贺前辈，怎么样？通过了吗？幸不辱命，通过了。太好了，恭喜贺前辈！这下我们可以一起前往神将山了。王敦，你就是贺春伦，有点意思，竟然能看出5条龙。是我，阁下是谁？找我有事？我是谁？整个定仙城不知道我王丹的可没几个。龙吟榜第1的王丹，你想干什么？龙吟榜第64的紫兰，怎么？你想护着他？龙吟榜第1，久仰大名，不知阁下找我到底有何事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3日后去神将山的船，你跟我一起坐，我保你平安。我与阁下素不相识，就不劳烦阁下了。我王翰邀请的人还没有敢拒绝呢，今天不去也得去。王翰，这里是城主府，你敢动手？龙吟榜64，在我眼里跟蝼蚁没什么区别，滚开！城主府内禁止私斗，都住手！算你运气好，3日后登船，我等着你，别让我失望。贺前辈，您没事吧？王盾可是龙吟榜第1，筑期巅峰的修为，手段狠辣，您千万别跟他起冲突。我没事，放心吧，奈何不了我。贺道友，这王盾行事乖张，喜怒无常，听说死在手里的他筑基期修士没有100也有80，您3日后登船一定要小心啊。小乔，他在提醒我，这里有埋伏，不能上前。走吧，这里人多眼杂，我们先离开再说。这小子倒是谨慎，竟然不上钩。长老，要不要我们直接动手？他现在就在城主门口，定能将他斩杀。蠢货，这里是城主府，你想在这里动手？他总要登船前往神将山，到了海上就是我们的地盘了，到时候再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贺师兄，我姐姐让我来提醒你，御兽仙宗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就等你登船后对你动手，你千万小心。多谢小乔师妹提醒，我知道了。你姐姐她还好吗？姐姐还好，就是一直担心你，她让我告诉你，到了神将山，她在主峰西侧的瀑布等你，有话跟你说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告诉你姐姐，我会小心的，让她也务必保重自己。贺师兄放心，我一定把话带到。我先走了，待久了会被人发现。御兽仙宗萧玄，这笔账我迟早要跟你们算清楚。长老，本次测试全部结束，共有300名机器修士通过测试，获得了前往神将山的资格。九龙宝镜的测试结果呢？有没有看出7条龙以上的修士？回长老，最高的就是王盾，看出了6条龙，只有一个叫贺昆仑的散修5行灵根，看出了5条龙。废物，连9龙气运者都找不到，皇上养你们有什么用？传我命令，所有通过测试的修士登船之后重新进行2次测试，我要亲自盯着。是，谨遵长老命令，我们这就去安排。9龙气运者一定就在这些人里面，不管你是谁，这次都插翅难飞。城主府2次测试的通知很快传遍了定山城，所有通过测试的修士都必须在登船后接受2次测试。2次测试，想抓9龙气运者，真是可笑。2次测试，看来皇室是铁了心要找9龙气运者，这是设了个圈套等我们钻。长老，不好了，王敦不见了，他连夜逃走了。什么？逃走了？肯定是他！9龙气运者就是王敦，传令下去，全城搜捕，一定要把他给我抓回来。王敦，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一定要把你抓回来。王焕逃走了，看来他也看出了9条龙，知道2次测试是圈套。神将山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阴谋？回长老，我们搜遍了整个定岩城，所有城门都封锁了，没有找到王干的踪影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，连个人都看不住！传令下去，解除全城搜捕，打开城门，2次测试照常进行。是，谨遵长老命令。王翰逃走，2次测试照常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皇室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不管是什么圈套，只要有足够的神念，我都能应对。3日时间转瞬即逝，登船之日如期而至。贺前辈，你在这里。港口人头丧动，所有修士都准备前往神将山。贺昆仑道友，长老有令，所有登船修士立刻前往非洲大殿进行2次测试。好，我知道了，
马上就到。本次2次测试依旧用九龙宝镜，所有人依次上前测试，谁敢隐瞒，以欺瞒皇室罪论处。长老，不好了，我们查了所有登船名单，王盾不在船上，他根本就没登船。好，好得很，竟然敢耍我！连夜逃走，根本没登船。传令下去，非洲立刻起航，全速前往神将山，同时给我查王丹的行踪。王丹逃走了，难道九龙气运者另有其人？长老，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2次测试还要继续吗？继续测，就算王涵逃走了，也要把剩下的人都查一遍。我就不信九龙气运者能插翅飞了，肯定是他。九龙气运者就是王盾，传令下去，就算追到天涯海角，也要把他给我抓回来。2次考试结束，所有人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随意走动。贺昆仑道友，长老有请，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。晚辈贺昆仑见过龙渊长老。你叫贺昆仑，无门无派的散修，五行灵根能看出5条龙。回长老，正是晚辈。放肆！你竟敢欺瞒本座！说你到底是什么人，和王敦是什么关系？长老明鉴，晚辈只是一介散修，和王敦素不相识，更没有欺瞒长老。不知长老何出此言？素不相识，那王敦为何偏偏要邀请你同坐？你当本座瞎了？原来长老说的是这件事，晚辈也不知王敦道友为何要邀请我，晚辈已经当场拒绝了，和他并无任何交集。好，就算你和王敦没有关系，那你告诉我，以你筑基期2层的修为，五行灵根怎么可能看出5条龙？回长老，晚辈虽然修为不高，但是自幼修炼一门炼神功法，神念强度远超同阶，悟性自然也高一些。哦，炼神功法，筑基期2层修为，神念能有多强？本座倒想见识见识。什么？金丹期3层的神念？长老，晚辈所言非虚，这就是晚辈修炼的炼神功法，不知长老可还满意？如此逆天的炼神功法，若是能拿到手，我的修为定能再进一步。好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，小小年纪竟有如此强横的神念了。不敢当，长老也是为了寻找九龙气运者，晚辈理解。你这炼神功法倒是玄妙，不知叫什么名字，可否给本座一观？这是长老基础篇，这门功法的基础篇没有立下血誓，长老若是感兴趣，可以一观。现在功法人多眼杂，不好动手，等到了神将山再找机会拿下他。好一个不逼你，是本座唐突了。你放心，王敦已经被抓住了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了，你可以正常前往神将山了。多谢长老明察，多谢长老。龙渊已经盯上我了，这门功法让他动了贪念，神将山之行只会更危险。玄门静心真诀，如此逆天的炼神功法，一定是我的。长老，紧急消息，我们收到传讯，王敦根本没被抓住，他再次逃走了，还杀了我们3名金丹期修士。又逃走了？废物，一群废物！传令下去，非洲抵达神将山山后，所有修士不许进入，先给我查。说不定他才是真正的九龙气运者。1日夜航行过后，非洲终于抵达了神镇山海域，100年一开的秘境近在眼前。回长老，非洲即将停靠神将山入口港口，所有修士都已做好登岛准备。传令下去，非洲停炮后，所有人不许下船，所有出入口全部封锁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敢动，格杀勿论。是，谨遵长老命令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封锁出入口？不是到神将山了吗？不好，龙渊要动手了！所有人听着，九龙气运者依照在逃，所有人待在原地，接受逐一排查，谁敢反抗，以同谋罪论处。贺昆仑，出列。不知长老叫晚辈有何吩咐？有调的，有吩咐，竟敢欺瞒本座，私通王敦，隐瞒九龙气运。长老明鉴，晚辈从未欺瞒长老，更没有私通王敦，还请长老拿出证据。证据？本座说的话就是证据，拿下他！谁敢反抗，直接废掉修为！遵命！放肆！还想跑？给本座留下！混账东西！
先借着自己的掌力逃走。山宝渊，你跑不掉的！你啊！贺平生，本座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！长老息怒，这神将山护山大阵只允许筑基期修士进入，金丹期以上强行闯入会被阵法直接击杀呀！所有金山期修士全部进入神将山，给我搜！就算把整个神将山翻过来，也要把贺平生给我找出来！现在整个神将山都在搜捕我，先和乔慧珠会合，再做打算。好险，差点就栽在了龙渊手里。元婴期修士，果然不是现在的我能抗衡的。整个神将山都在搜捕我，必须尽快找到乔慧珠，带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神将山秘境报案，萧云。慧珠师妹马上就要到了，这次我一定要在她面前好好表现，让她知道只有我才配得上她。那是自然，萧对宁是空灵根天才，整个玉兽仙宗谁能比得上您？那个萧玄竟然还想用慧珠做文章，算你们有眼光。等我拿到神战山的机缘，再娶了慧珠师妹，未来宗主之位必定是我的。贺平生，你竟然还没死！托你的福，我还活得好好的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给我上，拿下他，长老必有重赏。遵命。不可能，你才筑基期2层，怎么可能一招就击败他们？贺平生，别太得意，我可是空灵根天才，今天就让你知道你我之间的差距。就凭你，也配觊觎慧珠？说，乔慧珠在哪里？你们把她怎么样了？他就在前面的瀑布那里，玉兽仙宗的长老带着人在那里布下了埋伏，就等你现身了。埋伏？有多少人？修为如何？4名筑基期9层的修士，还有1名筑基期巅峰长老，就等着抓你换赏钱。不好，慧珠有危险，滚！别再让我看到你缠着慧珠，否则下次就不是这么简单了。萧玄，上品双神丹。果然有埋伏，必须想办法把慧珠救出来。别等了，贺长生那小子肯定早就跑了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长老，贺长生来了，他就在附近。找到了，给我上，抓住贺平生！遵命。不可能！你才筑基期2层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实力？就凭你，也想布下埋伏抓我？慧珠，你没事吧？他们有没有伤你？我没事，平生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慧珠，这里太危险了，皇室和玉兽仙宗都在搜捕我，你不能再待在这里了。那你呢？我不走，要走我们一起走。不行，我必须留在神将山，这里有我必须查清楚的事情，还有太虚门的旧人。可是皇室的元婴长老都来了，你留在这里太危险了，我不放心。放心，我有自保的能力，你在这里只会让我分心。这些你都拿着，足够你用了。带着小乔立刻离开神将山，去骊山等我。你把这些都给我了，你怎么办？放心，我还有很多，足够用了。听我说，速速带着小乔离开，走得越远越好，不要回头，不要犹豫，
在骊山等我，我一定会去找你。好，我听你的，我去骊山等你。这枚生死牌我捏碎一半，剩下的一半给你。只要它还亮着，我就还活着，就在骊山等你。等我处理神将山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去骊山找你，一定。快走！长老说了，贺平生就在这附近，一定要找到他。不好，苏部的人来了，你快从山洞后门走，我来引开他们。记住，走得越远越好，不要回头，不要管外面的动静。到了骊山，藏好自己，等我来找你。贺平生在这里，快追！别让他跑了！我在骊山等你，一定要来。慧珠已经安全离开了，现在该去看看这神针山的机缘了，还有那开国神将留下的黑色神枪。阁下是谁？在这里等我，有何目的？贺道友不必紧张，我叫锦兰，没有恶意，只是来给道友送一场天大的机缘。我知道道友在找主峰上的黑色神枪，也知道道友被皇室和玉兽仙宗守卫，进入神枪所在的结界。你这准备上到这些？若是信不是信我，就跟我来，就当我没来过。这神枪机缘，有的是人想要。好，我跟你走。但是你若是敢耍花样，我也不是好惹的。他对这里的阵法和守卫了如指掌。看来早就探查过无数次了。这就是开国神将遗留的至宝黑色神枪，千年以来，无数修士前来参悟，却无一人能将其炼化。这就是黑色神枪，里面有开国神将留下的完整枪道传承，还有枪意结晶，千年以来只出现过3次。进去吧，机缘就在里面，能不能拿到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我在这里给你护法，不会有人来打扰你。多谢锦兰道友，这份情我记下了。道友好，在下天河郡关长生，敢问道友何方人士？在下定禅郡玉兽仙宗石原，云中郡火海潮，大齐皇都江青羽。枪意喷薄，9次喷薄之后，枪意结晶就会出现，这机缘是我的。结晶是我的，别干抢，死！极品双神丹，将贺平生的神念强度提升到了金丹期5层，足以抹除神枪内的残留神念。他拿走了神枪，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拿下他，夺回神枪，长老必有重赏。遵命。本宫在此，谁敢动他？锦兰大人，您怎么会在这里？本宫的行踪还要向你汇报，带着你的人滚，否则别怪本宫不客气。我们走。多谢锦兰道友出手相助，这份恩情，贺某没齿难忘。贺道友不必客气，我帮你自然是有条件的。道友请讲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绝不推辞。我的真名不叫锦兰，我叫江兰，是大齐皇室的一脉。皇泽一脉？那你现任齐皇是我的杀父仇人，当年他谋篡位，血洗东宫，我是唯一的幸存者。我隐姓埋名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杀了他，为我的家人报仇。所以你帮我，是因为我和皇室也是敌人？没错，龙渊一直在找你，齐皇也想要你的命，我们的敌人是同一个。这是锦兰宝衣，极品古宝，穿上它，就算是元婴期修士也看不穿你的行踪和修为，能帮你逃出神将山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这不是送给你的，是借你的。我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你说，只要我能做到，绝不推辞。我要你答应我，等你将来修为有成，帮我杀了现任齐皇，为我家人报仇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将来
我一定帮你报这个仇。多谢贺道友，这份恩情，江陵永世莫忘。不必多礼，你帮我逃出神将山，我帮你报仇，本就是公平交易。这是神将山的完整地图，上面标注了所有的守卫布防和隐蔽路线，帮你安全离开这里。多谢江陵道友，你帮我的太多了。你是千年以来第一个是唯一能帮我报仇的人，我自然要帮你活着离开这里。我捏碎生死牌，会引开附近的守卫，给你争取时间，穿上锦兰宝衣，立刻走。那你呢？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他们一定会查到你头上的。放心，我有我的办法，他们查不到我头上的。你不用管我，管好你自己，活着离开齐国，活着变强。快走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龙渊很快就会带着人过来，到时候谁也走不了了。江兰道友，大恩不言谢，你的仇我贺平生记下了，定当为你报还。贺平生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，报仇的希望全压在你身上了。江兰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刚才的生死牌是你捏碎的。修士甲，长老说了，一定要把贺平生找出来，掘地三尺也要找到。慧珠，等我马上就来找你了。穿上它，元婴期也看不穿你，快走！站住！干什么的？出示你的准入令牌。两位道君，我是小宫门的修士，没拿到机缘，想提前离开秘境。行了，赶紧走，别在这儿挡路。2日日夜兼程，贺平生避开了皇室的层层搜捕，终于抵达了与乔慧珠约定的骊山。谁啊？小乔，是我，贺长生，我回来了。贺师兄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快进来，姐姐一直在等你。师姐，我回来了，我来接你了。师姐，你的脸，你的修为怎么会这样？我怕御兽仙宗和皇室的人追上来，用我的容貌和气息找到你，我就散了全身的修为，毁了这张脸，这样他们就找不到我了，也不会用我来威胁你了。傻丫头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不值得，为了我不值得。值得，只要你能平安，做什么都值得。师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让你重修，一定让你恢复容貌，一定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师姐，这是极品复颜丹，还有洗髓丹、筑基丹，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你先服下复颜丹，修复脸上的伤势，别哭，这些都是我给你准备的。你的神念还在，重修起来会很快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能恢复修为，甚至比以前更强。好，我都听你的。师姐，这里不安全，我们今晚就走，去梁国。到了梁国，我们就安全了。好，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，我都听你的。师姐，我一定让你重修，一定让你恢复容貌。师姐，小乔，我们到了，过了这条界碑，我们就安全了。平生，我们终于逃出来了，终于安全了。安全了，以后再也没有人能追杀我们了，新的生活开始了。深山农家，只有一对老夫妻和一个孙女，女孩名叫程小荷，天生聋哑瘸腿，孤苦可怜。老人家，我们兄妹3人赶路，遇到了山匪，想在您这里借住几日，我们会付房钱和饭钱的，还请行个方便。找人！找人！君爷，我们这深山里常年都没人来，没见过什么陌生人啊。是啊，是啊。原来是先天火灵体的灵气堵塞了经脉，才导致的残疾。只要疏通经脉，就能治好它。
公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老人家，实不相瞒，我是一名修士。您的孙女是万年难遇的修仙天才，她的聋哑和瘸腿我都能治好。公子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你真的能治好我的孙女？求求你救救孩子！老人家快起来，我一定尽力治好她，你们放心。爷爷，奶奶。告别了深山农家，贺平生带着姐妹2人一路前行，终于抵达了梁国红石城。师姐，我们安全了。师姐灵根受损，我必寻遍天下灵药。梁国红石郡，筑基修士贺平生携道侣隐匿于此。为助乔慧琼重塑灵根，他孤身入城寻购炼丹奇材。骷髅山大会，这就是最后的线索。城主府对面便是最大的红月商会。红月商会，红石城最大的商会，应该能找到我要的东西。前辈，欢迎光临。您需要点什么，可以直接跟我说。好，我需要2份地图，梁国的，还有红石郡的。有的，前辈，随我来。红色是梁国地图，青色是红石郡地图，一共1000灵石，再赠红石城详细地图1份。好，我要了。这里面是3种丹药的材料，贵商会是否齐全？前辈，这些材料太过稀有，晚辈需请示长老。稀有？看来这3份丹药的材料比我想象的更难收集。在下姓凌，是这商会的长老。道友这丹方是为别人重来灵根经络。正是，在下姓徐。开脉丹能凑2份，拓灵丹缺冬霄花，最难是运灵丹的天香稻草。老夫30年未曾见过。30年未见，若不是亲生子女，老夫劝你放弃吧，太难了。多谢提醒。店里有的材料，每样给我来2份。阵法材料加丹药材料，共97000灵石。9万多，3品阵法材料果然昂贵。前辈请留步。这女修还有事。晚辈梁月，前辈要寻的材料，天香豆胄与苦麻子，在这红石城怕是找不到的。你想说什么，直接说吧。晚辈想求1枚上品筑基丹作为报酬。筑基丹价值不菲，你能提供什么？骷髅山大会半年后召开，整个红石郡的修士都会去。前辈要找的东西，那里最有可能出现。继续说。骷髅山大会半年后举行，持此令牌，前辈还可带1人同行。半年后，骷髅山，乔慧珠，等我。成了，极品的开脉丹和拓灵丹。师姐，你一定能重新修行。夫君，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开脉丹和拓灵丹的材料已经齐全了，运灵丹还差2种主材。能买到2种，我已经谢天谢地了。夫君，如果我开脉失败，你会不会？没有可是，你一定会成功。我要闭关3日参悟丹方，你就在1楼，别乱走动。知道了，夫君。开脉丹、拓灵丹，火候、顺序、药材属性，必须万无一失。材料已强化为极品，再加入2滴金风圣浆，成功率应该足够。第1路就成了，2枚上品，10枚中品。第2路废了。1夜之后，24枚极诊开脉丹，24枚极品拓灵丹，成了。给。练成了，成了。极品，我加了金风圣浆，这一下你总不至于担心失败了吧？太好了，一定可以的。半日，经脉已开，接下来是拓灵丹。夫君，我感觉到经脉了，丹田也开了，夫君。我可以修行了。没错，现在就可以。好了，真的好了。夫君，你看我现在的样貌跟以前一样吗？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那我奖励一下你喽。师姐，筑基3层，
突破了。天阙神枪，上品古宝。5个月已过，骷髅山大会是时候了。太好了，5个多月了，是时候前往骷髅山了。夫君，你练气期8层了？是啊，马上就9层了呢。师姐，臭师弟，进来吧。骷髅山大会已开启，该去为你寻天香斗口了。走。这云海真美啊！此舟速度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太慢，也该换高阶飞舟了。前辈，请进，每人需缴纳100块灵石。好热闹啊！不知道能不能碰到小乔？希望吧。你没给他留同心符吗？留了，联系不上他，离得太远。掌柜的，可有天香斗口？从未见过，从未见过。没事，师弟，相伴便足矣。这是什么？道友，是何丹火？金丹火烈属妖丹之火，炼化可永久炼丹。此物，道友欲以何价相换？我这丹火乃3品之物，颇为难得。你若能拿出让我心动的3品之物，我或许会考虑割爱；若是拿不出，那便只能作罢了。道友，你看此物可否？居然是3品丹药，还是上品的品质。哎，这还是可以修复神念之物。没错，道友日后踏足金丹，若神魂受损，服下此丹数日内便可痊愈。这丹药关键时刻便可救命。好东西，不过就是少了2枚，我便你说笑了。此等宝物能得1枚已是造化，何来2枚？若道友觉得价值不足，那便作罢。行，换。给老弟，你可要赶紧炼化啊！这东西最多再过半年，丹火便要消散了。好。你好，敢问此处可有2品药材？苦麻子。苦麻子，不好意思，这里没有。这东西向来少有修士寻购，我们灵药楼庄已多年没栽种了。不过可以去我们庄庄，我们庄上应该有种子留存的。多谢。敢问可有2品材料天香豆蔻？天香豆蔻，这个没有，此物极难培育。那可知道何处能寻得天香豆蔻？这个不知。说来惭愧，我亦未曾见过此物。我老人家觉得这神通你应该能用得到。老人家，这份神通晚辈的确需要，怎么卖呢？真有用啊！那太好了。你有筑基丹吗？给我1粒，嘿嘿嘿，说不定我老头子就能一举突破到那筑基期呢。行，前客让后客，小前辈您慢走，让后面的客人挑选。是个什么神通？神念神通，这东西极为稀少，但也极为阴狠，令人防不胜防啊。是啊，练成之后又多了一个防身的手段。夫君，那好像是苦麻子。夫君，那好像是苦麻子。还差最后一种了。12品材料天香倒扣，这我都没听说过。
咱们明天不能这么逛了。我想到了，咱们用神念扫一遍所有摊位，然后自己摆摊儿，出高价收购天香豆蔻。没有天香豆蔻的踪影。没关系，夫君，修行是正途，若太过上心，反容易入了魔道。道友好。不敢不敢，前辈折煞晚辈了。这是3品的金雷符吧？要2个。夫君居然这么有钱啊！我操，居然是防御类的极品灵器！天哪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谁能告诉我哪里有天香豆蔻？白前辈，谁不知道逍遥仙宗的白前辈？居然知道我！天香豆蔻我有，不过我不需要什么极品灵器。这女人长得不错，让她做我的顶炉吧，这是条件。对不起，白前辈，这是我的道侣，您的要求是我不能答应的。哼，你的道侣，就你？你小子邋遢丑陋，也配得上如此天之娇女？呵呵呵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，笑话笑话。前辈，我夫君说的没错，我们2人已经结为道侣，开不得玩笑。好吧，小子，老夫乃是逍遥仙宗的长老，逍遥仙宗你应该听说过吧？将你的道侣供奉给我，你便是老夫的亲传弟子。我保你可以在逍遥仙宗位高权重，如何？请离开吧，我对你们逍遥仙宗没有兴趣。前辈还是不要无理纠缠的好。你不愿？就是送我个大罗金仙，我也不愿。行，小子，等着交易会关闭的时候，就是你身死之时。你小子有种啊！好，好，好，老夫等着你。我们走。夫君，给你添乱了，我们不怕。没关系，我保证你安全。道友，你确定用2枚天香豆蔻就能换来一个极品的灵气护盾？我确定，你有吗？我没有，但是我知道一个关于天香豆蔻的消息。